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易经中的厚德载物，物是什么？很多人认为物就是金钱，是房子，其实这个物指的是我们天天所想的一切事物，健康、长寿、子孙等等都属于物。所以厚德载物在这里应该换成厚德厚的，因为只有把德积厚了之后，才能得到厚德厚物，薄德薄物，缺德缺物，无德无物。照着这个公式一看就明白了，如果我们缺物，就知道我们缺德；如果我们薄物，就知道我们薄德；如果无物，就知道我们无德；如果厚物，就知道我们厚德。这就是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转化的结果，因能量的变化所产生的现象。接下来，小编来为大家具体分析一下这个公式。生命中一切现象都是受能量影响，例如我踩你一脚，你会瞪我一眼，都是因为能量在平衡。如果我不想让你瞪我，我马上说一句对不起，这一句话就能平衡能量。每个人过去挖的坑深度不一样，通过学习传统文化，每个人填坑的速度也不一样。有些人速度快，一下子就填满了；有些人的坑比较浅，1个月就填完了。所以这些人的道路是平坦的。有些人过去挖了100米、1000米的坑，平时又不太努力，所以这个坑永远都填不完。孩子好或不好，身体健康或不健康，生意顺利或不顺利，这就是个体的差异。生命中一切的现象都是受能量的影响，都是根据能量守恒原理的再创造。就如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块蓄电池，蓄电池的电量不是固定的，它是变化的。我们随时都可以改变生命中的蓄电量，但是在这一刻没有采取改变时，它就是一个定数。有些人拼命去赚钱，就是把蓄电池里的电全部转化成金钱，当然他的健康就会出现问题。有时候拿钱去填补坑还不一定填得上来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该得的他没有得到，觉得他是一个傻瓜。其实我们要知道，该得的他没有得到，他的能量依然储存在蓄电池中，这些能量可以转化成长寿，转换成健康，还可以转化在子孙身上。因为能量是可以转化的，电能可以转换成热能，冰箱制冷，灯泡发光，实际上都是由电能转换而来。一切会自动平衡，所以一个人开不开心，家庭和不和睦，这些都是由能量决定的。如果一个人的德比的高时，会产生什么现象？当德比的高时，这个人就会无法拒绝得到。就像天降福，为什么要降福呢？就是因为他德厚。如果相反，德比德高了，会产生什么现象？这个人就会无法抗拒的失去，必定会出现灾难。就像有些人好不容易赚到钱，突然生病住进了医院，看病就花了几十万。因为宇宙有一个规律，万事万物会自动恢复平衡，所以才会产生这个现象。过去我喜欢与乞丐和流浪汉聊天，通过聊天可以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因果规律。曾经我遇到一个乞丐，他之前在新疆做屠宰业，赚了1万多，在80年代这已不是一个小数目了。一次他的同乡把1万多都借走了，3年过去了都没有还。腊月30，他怀揣着一把杀猪刀到了同乡的家里，心里想着要是同乡再不还钱就动手。同乡看他来了，还是不打算还钱，但是同乡的女儿告诉父亲：爸爸，我们家也有钱，就还给他吧。同乡听后及时把钱还了，幸好同乡把钱还了，不然让自己惹来杀生之祸。乞丐看到钱到手了，心生欢喜，那一晚就住在同乡家中。第二天同乡送他到马路上赶车，正值冬天，他在冰天雪地中等车的时候，一辆车冲过来，直接把乞丐撞翻。他进了医院，治疗的费用不仅刚好等于要债换来的钱，还失去了一条腿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？就是因为乞丐得到的比他内在的得多了。这就是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德不配位。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时，应该感到恐惧，应该自省自己外在得到的是不是比内在多了，多了就要补得。有智慧的人会将多余的主动奉献给社会和世界，这样的和德的天秤就会平衡。
如果不主动贡献，天秤就会失去平衡。这就是厚德厚物，薄德薄物，缺德缺物，无德无物。行善是一件快乐的事，经营其实是积德的工具。如果我们不去积功累德，最后得到的只有2个字：危险。就像大学中所描述的，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仁者愿意把外在的东西回归内在。事业是渡人的平台，金钱是利人的工具。经典中说：莫轻小善，以为无福。水滴虽微，渐盈大器。小善不积，无以成圣。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。小恶所积，足以灭身。一个人恶贯满盈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小小的恶积累而来的。大善也是积累而来的。不要以为捡一个垃圾，节约一张纸是一个小善，觉得无所谓。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福报，都是从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。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善德的时候，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。当行善变多后，你会慢慢养成习惯，就会发现那不仅是善，那是一件快乐的事。行善好像是为别人在做什么，它变成一种快乐，积微善成大德。如何积攒能量和福德？我们该如何去积累福德、积累能量呢？第一个方法叫种福田，有3大福田。第一个叫报恩福田，又称恩田；第二个叫做功德福田，又称敬田；第三个叫做慈悲福田，又称悲田。田的意思就是能够生长。当我们把种子放下去后，种子能够获得营养生长，所以我们称为福田，田里能长出福。报恩就是报父母的恩，功德福田就是去随喜和弘扬圣贤的智慧，去感恩和礼敬祖宗的智慧。慈悲福田就是去关怀弱势群体。在我看来，所有员工对老板来说都是弱势群体，不是员工为老板打工，而是老板为员工在干活。所以一个真正有成就的人会去感恩那些成就他的人，一个有智慧的老板一定会去感恩员工和顾客。第二个方法叫做报私恩，第一个是父母的恩，第二个是师长的恩，第三个是国家的恩，第四个是众生的恩。通过报恩，我们可以获得能量，可以积累福德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最基本的能量，他是无法成就生命中的现象。就犹如没有面粉不可能想要有包子、饺子或者油条，因为这些食品都是由面粉变化形成而来的。所以我们要透过报恩去获取能量，再用这份能量去祝福别人。第三个方法叫做行十善，可以帮助我们积累能量。人生为什么会不幸福？根本就在于我们有6种根本烦恼，即贪嗔痴慢疑。当我们把这6种根本烦恼减轻后，人就会幸福。人有善念，天必佑之。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，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，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。我的一个朋友每年都会偷偷资助几个家庭困难的高考生，一直是别人替他联系，他从来不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谁。我不解，问他原因，他告诉我说，一是为了维护孩子们的自尊，让他们有尊严地接受帮助；二是不让他们有思想负担，想着以后报答他什么的。我更加不理解了，那你图什么？他说，快乐和安心。这些年，我的公司一直做得很顺利，由小到大，由弱到强。我觉得这一切都离不开自己的每一个善念，每一次善行。我做点好事，不是为了扬名，只是让自己更心安。所以我做了好事很少有人知道。人有善念，天必佑之。这个天就是你周围的环境和人。生活自有自己的因果循环，它不满足于任何人的私心贪欲，一直善良下去，只问自心，不问得失。我始终认为，善是人性中所蕴藏的一种最柔软，但却也是最有力量的情怀。不管如何艰难，我们也应该坚持善良，不管多么孤独，也要坚守人格的高尚。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善良比聪明更难，因为聪明只是一种天赋，而善良却是一种选择。你付出了善良，或许不会马上回报，但一定会在另外的空间节点得以弥补。好了，
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聊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动动手指，转发也是一种行善。一个善良故事，每看见一次就是种善因的开始，每一次转发就是一个小小的善举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